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洋。2025年最受期待的 inZOI 终于要在3月28号推出抢先体验版了。这是一款由韩国开发商 Krafton 所推出的生活模拟类型游戏。inZOI 在面不仅能够探索高度自由、完全开放的世界之外，你甚至还可以扮演你的第二个人生，创造属于你自己的故事。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将为大家整理出 inZOI 抢先体验版你购买前必须要知道的10件事，而这些都是我这次游玩下来的最真实心的感受，让你可以更清楚知道 inZOI 到底值不值得你入手。最重要的是呢，影片最后我还藏了一颗小彩蛋，如果好奇的话记得看到最后，那就赶快让我们开始吧。自从我上一次试玩 inZOI 以来呢，我对这款游戏最大的印象就是它的画面真的很漂亮，因为它是用 UE5 开发的，所以它的图形技术啊，整个画面的精致度你都会觉得哇，视觉体验很好。尤其是在捏人的时候啊，你光看它这个逼真的皮肤毛孔有没有，太美了吧。如果是去年你就已经有抢先试玩过的玩家呢，相信一定对它这个捏人系统不陌生。但如果你不会捏人也没关系， inZOI 它提供了多达160款的全身预设，真的是五花八门，什么种族啊，什么小孩啊，年轻人啊，老人通通都有，有没有？你看这个老人的皮肤纹理，我觉得做的挺真实的，它的皱纹有没有？而且它预设真的非常多款，不只有全身预设，它连脸部的预设都给你200多款。你不会捏人也没有关系，你就直接选一个顺眼的来细捏细调就可以了。不过话虽如此呢，我还是希望它能够提供单独的预设，譬如说眼睛预设啊，什么鼻子嘴巴的预设，这样分开来你就会比较好调整。那它在捏人的自由度上呢，我觉得几乎是你可以从头到尾都可以自定义，包含你可以改变它的眉毛啊，什么高低啊，然后甚至是你也可以关闭它的对称模式，有没有？你就可以制造这种挑眉啊、斜嘴啊、改变眼睛什么瞳孔大小等等。我觉得啊，最强大还是它的化妆品，这个修容效果真的是不愧是韩国人开发的游戏，好不好？它这个妆容细节真的非常的可以，而且你可以去调整说你是要自然的妆容感，还是你要很浮夸的那种浓妆艳抹，哇，你完全可以捏出你想要的风格。那在肤色的部分也是可以任你去调整，有绿的、蓝的、紫的、红的，完全通通都没有问题。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打造那种什么红橙黄绿蓝靛紫，你也是可以实现。不过针对头发的部分，我就真的觉得非常可惜，它的发型款式真的不多哦。虽然它可以去调整头发的长度，然后你也可以去调整不同部位，可是呢，我最在意的还是款式，它真的没有给你太多选择，这点是我觉得非常可惜的地方。另外在服装部分，它还提供了80多套的选择，你可以直接选直接开玩。如果你不满意这些纹理啊，这些颜色化，你可以直接叫 AI 帮你生成什么你打关键字什么针织款，它就出成这款丝绒的，有没有？皮质就是你任你想要什么可爱的掌印啊、迷彩风，你用 AI 去叫你生成1秒搞定，甚至你也可以去上传自己的图片，所以就可以创造这种非常客制化的这个有点变形的丫丫衣服，有没有？我真的觉得这个功能真的超级好玩，非常方便每一个玩家。你不知道怎么制作模组，不知道怎么制作衣服，不用担心，就传图就可以了，好不好？就是这么的简单。然后如果你非常爱打扮的话， inZOI 也提供了很多的配件，有帽子啊、眼镜、项链、耳环啊、发饰、指甲。说到指甲，我真的还是要称赞它，指甲很美，然后你还可以去换颜色，甚至是手表，它这一次你也可以去改变你不同的形状啊，甚至你还上传你自己的丫丫图，有没有？你自己的随便图片，你就可以创造你自己的表面了。当然如果你想要追求人物细致的美感，它也提供你一个捏人专属的摄影棚。哇塞，你捏好的人直接在这里，有没有？随意的去变化你背景颜色啊、打光啊，不同表情都可以，然后叫它摆任何的姿势，有没有？1秒就可以完美的去展现你的 ZOI 舞台了。甚至它还有一个叫做 Canvas 的系统，你可以把你捏好的人物上传上去，跟所有的玩家分享，你也可以在上面找寻你喜欢的作品。
总而言之，我觉得Inzoe在捏脸最大的优点就是画面漂亮，可以传图，可以自定义纹理，可以叫 AI 生成的功能真的很方便，还有在摄影棚的拍照真的非常的强大。但在未来正式上市之前呢，我希望它还是可以给我们分开的五官预设，不然有时候捏脸可能一个预设选错，就你整个人都无法捏到你想要的那个样子了。另外就是在脸部的拉感，我希望它还可以给我们更多的调整，鼻子跟嘴巴我觉得调整的幅度不太足够。在发型的部分呢，真的不再说了好不好，太少了，拜托给我们更多的头发。那这些都是我目前在抢先体验的心得，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接下来这个重点呢，是我觉得这一次玩抢先体验版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我真的是第一次玩到整个哭出来好夸张。它是一个叫做 Smart Zoe， 它的 Smart Zoe 呢，它是使用的是 NVIDIA 的 ACE 技术，就是让你世界里的每一个 Zoe 都很像真人一样，他们有自己的思考啊，他们有自己的行为，你真的是完全可以颠覆你对游戏以前过去的想象。我给大家举一个案例，当我当时第一次启动 Smart Zoe，你就可以打开一个叫做智慧 Zoe 的面板，那就可以去帮他的人物做设定。我把它设定成是一个喜欢帮助别人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开心的这种人设。接下来你知道吗，我发现我的 Zoe 这样马上就跑去跟别人聊天了。结果聊完之后呢，我的 Zoe 心里就想说他觉得帮助别人感觉非常的好，然后他想要再分享更多。然后那个 Zoe 呢，就好像被他感化了一样，他也觉得好像也可以试试新方法，然后让自己可能更加的突出这样。我就觉得哇塞，你好像刚刚开导什么你知道吗，真整个吓到。因为再次强调，我原本这个人物他是很内向，他不喜欢跟人家聊天，一打开就立马有没有找各种人去分享他的经验。同时你也看到四周的这些 NPC 们，他们也会开始的去思考，他们也会形成自己一些独立的思维跟一些行为。那接下来还有一个细节的地方请大家注意到，有没有？这个时候有一个男生，他本来在那边摆摊，他就突然走过来，其实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可是我的Zoe就刚好离开了。然后呢，我就去看他的内心想法，也许就会带来一点笑声，甚至一点浪漫什么意思？感觉是来搭讪的你知道吗？然后呢，过一阵子他们就开始群聊了，我就看一下他写什么。结果那男的竟然说，刚刚跟 Duck 就是我这个人物，他就是丫丫对话，感觉挺深的，让我不禁思考呢，爱情是不是就是这样，还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对话？我真的是整个吓到，我想说这个是暧昧吗？就是你打开 Smart Zoe， 然后其实他们也会自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对象，自己去发展自己的故事。我整个吓到了，而且最恐怖的是，我让我的 Zoe 回家的时候，你知道他就开始看书，他想要进修自己，因为他觉得进修自己让自己有更多的经验，就可以去帮助别人。然后同时间我有放另外一个男生室友，然后是把他设定成他是一个比较讨厌开口叫别人帮他，但是他其实心里会很感谢帮他的那个人，就是比较傲娇型的。结果你知道吗，当我那个室友去玩电脑的时候，我的 Zoe 他竟然，你有看到吗？你有看到他在干嘛吗？他直接在帮他擦滑鼠啊！因为我Zoe是一个很爱帮助别人，然后另外一个人是很爱被帮助，我觉得他们完全活出我要他们做的人设，真的超级恐怖了。顿时间想说Smart Zoe 我才刚开几个小时，而且这也只是抢先体验版，就是有点实验性的一个技术而已。我真的觉得哇 AI 真的让整个人物都活过来了。而且你的这些 Smart Zoe 呢，你要影响范围是可以让你决定，比如说你想要影响整个城市，整座城市的 NPC 都是变成 Smart Zoe， 或者是你自己玩的角色是 Smart Zoe， 或者是画面中的 NPC 变 Smart Zoe 就可以，就是这些东西它是都非常的客制化，可以去调整。那另外呢，我再举一个真的很恐怖可以叫恐怖吗？反正就是有一天早上呢，我就让我的Zoe来这个寺庙走一走，然后当天的天气其实就是微微下雨，就是有点诗情画意的感觉。然后我的Zoe就开始去闻路边的植物啊，他觉得这一刻他沉浸在自己的美好，就有点那种感性的。然后他本来要去画画，我有去阻止他，结果他就突然看到旁边这个清洁工，他就跑去想要跟他分享绘画技巧。因为我这Zoe他就是设定一个很爱帮助别人，但是呢这个清洁工可能也是因为正在工作，就完全没有要听的意思，甚至还有一点生气。那我的Zoe可能也是被拒绝有点难过吧，所以我就想说打开他内心想法看他怎么了。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和 New 讨论 AI 让我深受启发，感觉很像是为我的未来解开什么密码一样。然后我想说
New 到底是谁？因为这个清洁工名字明明就叫做南秋明，根本没有 New 这个，还是说这个是什么某个 AI 机制的什么内部识别码吗？我也不知道。最恐怖的是这句话感觉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有没有 words？ 感觉是已经是过去式了，但他们明明刚才就在聊画画，根本没有什么聊到 AI， 然后重点是这还是 AI 告诉你他们刚刚正在聊 AI， 我真的想说他们是在交流什么吗？然后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你知道我这个时候又突然要去跟他聊，然后就看一下他们想要干嘛，他就说他想跟他讨论人工智慧的发展，我当场吓到，赶快按叉叉。哇，这真的太恐怖了！我在想说这是 AI 觉醒吗？好啦，当然这可能只是我过分的解读。不过呢，我觉得其实游戏里面这个 Smart Zoe 的这个系统它其实就是强调就是让每一个角色让你有很像真人一样独立思考。当然不用担心啊，如果你真的怕他们觉醒没有，你真的怕太真实的话，你也可以随时的在这个选单里面去关闭这个功能。不过这项功能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到时候都可以玩玩看，就真的可以感觉到每一个 Zoe 他每一分每一秒真的就是有在发展自己的想法啊，他们自己的故事。如果刚刚提到呢 Smart Zoe 已经让你够 shock 的话，接下来游戏里面还有几个 AI 生成的工具真的可以让你当场跪了。没有啦，其实没那么夸张。譬如说呢，你可以让你的人物来到它这个有一个摄影棚的地方，就可以去任意的去布置你想要拍摄的场景。然后还有几个预设房间可以让你选，譬如说你选这个飞机上的场景，就可以再用这个人物传送器让你选择任何的人物，然后你可以先去 CAS 里面呢去编辑他们的外观啊、衣服，之后呢就可以让他们摆动作了。然后你也可以放一些这种有没有泡泡效果，超美，有没有？这是美的冒泡吗？氛围感直接100分。那这些摆拍呢，你其实还是可以做不同的动作，像你也可以让他看窗外的风景，有没有？哇，不得不再次称赞一下这个 U15 的引擎渲染，真的超美的，直接可以让你在游戏里面都拍出超多美照，然后甚至你也可以让他们直接坐在推车里，嘿嘿嘿嘿。电车里也可以哦，这个电车有没有？电车布景你可以摆的姿势就更多了。没有啦，我指的是很正常的坐着。甚至这些都不是最强的，你如果有下载它的一个 app， 然后你可以联动你的手机，然后你就可以做什么表情，然后它就跟着动了，吧吧吧，你就可以做眨眼。不止你可以联动你自己的表情，它也可以联动你的动作，有点像这样，就是你当下做什么动作，它的人物就是会跟你同步做你一模一样的动作。最强的就是你可以直接上传一张照片，它就直接帮你生成那个姿势了，很夸张，就是你等于不用去学说我要怎么捏 pose， 你直接传照片就可以了。不过我觉得 AI 可能在做一些姿势的判断还是需要学，尤其是手部真的有点怪怪，但是很可惜它目前不能微调，我希望未来可以再更加优化。然后不止静态的照片，我觉得最强的是你甚至可以上传一段影片，你的人物会跟着直接跳那个影片里面的动作，那个舞蹈，哇，好夸张，我都不用捏 pose， 我也不用学怎么捏舞蹈，我传影片传照片就可以了。我只能说，如果你是很爱玩模拟市民玩家，你就懂为什么我现在这么的那个叫做什么，眼泪都快哭出来哦，太强了！不只可以做 AI 可以生成动作了，你也可以在捏人界面中去创造你自己的 AI 视频。譬如说，你可以点手这边一下，那你就准备你之前可能已经准备好一张什么皮包的去背图，然后你就让它跑一下，有没有？它包包就完成了，你的人物就可以这样拿着包包跳舞、摆姿势。甚至有没有带着你的包包出门？我觉得效果其实很好我超级喜欢这个。可是我觉得帽子就有点需要挑款型跟发型，不然你细看会发现还是有点穿模。但是这可能稍微调整一下大小角度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我觉得它面具效果真的很好，我有做面具，有没有？它精致度做得很好可是它有一些面具的那个凹面，它侧面有点规划凹错面了。不过呢，如果说面具的话，你们到时候也可以做什么夺魂锯或惊声尖叫那种什么，有没有很经典的那种角色？甚至你也可以去创造吉祥物的头罩，有没有？超级可爱，你就可以带着丫丫出去了，然后你就可以套用刚刚你做的那个舞蹈的
最好笑的是呢，这个 AI 生成的工具你还可以去做自己的家具，就是你可以透过它的 3D 列印机，然后你直接选一张照片，譬如我选这个香蕉，因为你就可以放在游戏里面了。可是我觉得这真的很看素材，这真的有点悲剧啊，因为这香蕉真的本来就长得很丑，怎么这个生成出来更丑啊？但是很好笑的是，你可以去替换成你家的马桶，有没有？你就可以把它变成这个丑香蕉了。没有，这真的太丑了。我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我把鸭子直接变成马桶，有没有？这个就超级可爱的。那除了以上这些非常优秀的功能之外呢，其实游戏还赋予了每一位 Zoe 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还有灵魂。不管是呢你要当万人迷啊、调解者啊、社交名流啊、娱乐家啊、独断主义者啊、安全至上者、艺术家啊、领导者啊、完美主义，哇，总共多达有18种的人格特征，他们就可能会去追求不一样的人生。那在游戏里面呢，总共是提供你3款完全开放的世界，像是有这个以 Santa Monica 为灵感启发的 Brisbane， 或是像印尼的这个 Kuching， 它是印尼语啊，就是 Kuching 好像是猫咪的意思，然后苦就是我的，所以它整个翻译应该叫做我的猫。反正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度假胜地。然后最后有一个比较偏都市风格，就是以韩国首尔做灵感启发的都玩，对，这个字应该念都玩才对，因为这个是我在游戏里面它播放那个电视里面听到的。那目前的抢先体验版呢，除了 Kuching 之外呢，其他的2个城市你都可以去探索。在游戏里面呢，其实是可以透过键盘的 WSAD 去自由操控你自己人物的走动。顺便一提呢，它这个 UI 你其实是可以随意的去移动到你任何喜欢的位置，我觉得比较适合譬如说你是一个直播主，这个功能应该会蛮方便的。那它这个世界算是一个完全开放的世界，就是如果你真的用你的双脚移动的话，你是可以完全无缝去到任何的地点，不用读图。但如果你去搭乘交通工具，像你在 Brisbane 的话，你可以去搭公车，在都玩你可以去搭地铁。那这种快速穿梭的话，就是稍微需要读取画面，不过我觉得等待时间真的很短，所以它的沉浸感我觉得算还蛮足够的。那当然如果你不想要搭乘交通工具的话呢，你也可以自己买车去开。它车子的话你可以选择手动或者是自动驾驶，对，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开车。我跟你讲，它这一次的开车优化真的做得非常的好，有没有？它真的车子开起来不像之前我上次体验那样会爆冲，有没有？还是我技术可能变好了啊？我的嘞，小姐，你是不是不会开车？你驾照是用鸡腿换来的吧？他说发生车祸了，好像丫丫没有受到什么重伤，记得要去关心一下丫，他现在一定很难过。没有，我觉得比较难过是刚刚被我撞到那个人吧。然后开车呢，你也不只可以一个人开，你也可以随时去叫旁边路人上车，有没有？你就可以直接把人掳走了。那他车子也可以做的互动蛮多，像是你可以去洗车啊，然后可以修车。这修车好可怕，为什么整个人会进去车子里面修啦？那除了车子这个功能之外呢，我还有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Inzoi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它可以让你随时的去切换每一个家庭。譬如说我在这个地图上嘛，那我就遇到另外一个，那这个 NPC 他也是住在这个地图的一个家庭，然后我就可以透过这个人物面板上有个 play 的这个键，我就可以1秒去切换到他的家庭，甚至我也可以去按空白键，然后我就可以去切换不同家庭里面的成员去控制他们。那你再想要切回来也非常简单，就是我可以看到哎，我原本人物是这个，你再按一下就有没有，我们就切回控制权了。那另外甚至是当你可能人物在睡觉很无聊的时候，没关系，你就把滑鼠移到隔壁家，有没有，就可以去看隔壁发生什么事啊，他冰箱坏了，你就可以把控制权切回来，然后你就叫他起床维修了，超级方便。但你也不用担心啊，这意思你不去控制他们，其实他们也是活得很好的，因为他们蛮会照顾自己的需求，然后他们也会去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啊，可能早上去上班上课他们也会自己过去，所以你都不用去担心。那既然我们说到上班上课呢，对，其实这个Zoe它跟现实生活很像，就是人人也是要当社畜所以你就可以帮他们规划他们的行程啊，有没有？譬如就提前让他下班，或者是直接帮他安排好啊，可能哪一天要去哪里啊，哪一天去哪里，然后人物到底他真的会自动的过去，所以你就不会让你的Zoe一直宅在家里。我觉得玩起来真的很有生活感。那目前试玩的2个城市呢，你可以选择工作不一样，像在都玩就可以去当消防员啊、网红娱乐圈实习生。
那如果你是在 Brisbane， 你就可以去当游轮场的工作人员啊，甚至你也可以去兼职做很多工作，像什么餐饮汉堡店店员、便利商店的 part time， 反正就什么都可以啊。而且这些工作是你真的可以跟随人物去上班的。那在上班过程中，它也会有一些指定的任务要你去完成。我觉得整个游玩下来算是蛮有目标，但是如果说你每天都跟随人物上班，它有时候重复性真的算是有点高啦。目前还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件可以让你更有挑战，但是我觉得光是可以跟随这一点就算是很不错。但如果你很懒得跟随的话，他们还是会自己去上班，只是那些任务他不一定会自主的去完成，就顶多不能升迁啦，但是混口饭吃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当然你也可以去选他兔子洞的职业，像是什么律师啊、记者这些等等的，就是他们会自动的去上班。那至于上课的话呢，人物他们其实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强制一定要去上学的，然后大学就看你要不要进修了。然后就看到你家的小孩就早上你就自己背书包，然后就去上学，还可以跟同学打招呼啊、聊天什么。不过他那个上课的话还是一样是兔子洞，主要是因为官方有提到说他觉得做出整个完整的学校系统确实是蛮复杂的。那目前的这个抢先体验的版本还没有这个功能，可是呢开发团队其实他们也会想要做比较沉浸式的这种学校，譬如说可能你在餐厅啊跟同学互动啊会有一些冲突什么等等的，只是现在还没有确定要去完成它的一个时间表，所以之后如果有任何消息的话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不过目前玩下来，我觉得即使是在兔子洞上课啦，你这个人物回来，它其实还是有一些指定的作业任务是需要你去完成。那如果你有在时间内去完成它的话呢，也可以让他们可能成绩表现比较好啊。我觉得这一点也算是可以弥补一些没有办法去跟随上课的不足了。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每位 Zoe 他不只要会过生活，他还要让生活活得更加的精彩。因为这些人物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愿望啊，有自己的价值观啊。然后如果你帮他们完成他们的想望的话，你也可以获得喵币。这个喵币呢，你可以在你的商店里面去兑换一些什么奖励甜甜圈啊，然后你就可以去补眠啊，然后填饱你的肚子，就各种需求甜甜，或者是情绪甜甜圈，或者是减缓需求甜甜圈。那不只是有愿望跟奖励系统了，人物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兴趣跟嗜好。譬如说你的 Zoe 就是你可以让他在家里可能做家具啊，有没有？他就会联动那个自定义家具系统，你就可以选一张你喜欢的椅子啊，然后摆在家里。或是你的 Zoe 他很爱运动的话，你也可以让他去打篮球啊，然后可能做一些重训啊，甚至你还可以带他们去海边钓鲨鱼。怎么还是有这鲨鱼啊？我以为官方会帮他拿掉。或者是如果你的 Zoe 他非常的喜欢音乐啊，那你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可能弹钢琴啊，练习吉他，甚至说他的技能很高的话，他也可以在家里写歌作曲。有没有？我觉得他音乐其实很好听耶，很像什么广告曲的感觉。然后写好的歌你也可以拿去卖，然后赚钱。所以现在Zoe他们的赚钱不只是去工作而已，你也可以让兴趣变成金钱。譬如说你也可以让你的Zoe去写作，有没有？就不同等级之下他可能会写出不同类型的作品，那这些书你也可以拿去卖，或者是写程式设计去赚钱，或甚至画画。对， Zoe 他们也可以画画赚钱。那画好之后你就可以在这个叫做袖珍市场上架，然后过一阵子你的画就会被卖掉了。或者是如果你的Zoe很喜欢种植园艺的话，你可以种一些蔬菜水果，收成之后你就可以去公共地段摆一个类似像这样的摊贩，那你就可以让人物在这里摆摊卖水果。你不用顾它没关系，反正你过几天回来你就会发现东西真的有被卖掉。所以我发现Zoe他现在几乎可以玩白手起家的挑战了，你有发现吗？譬如说你可以去沙滩可能挖一些贝壳，然后捡一点化石，你就可以像这样子去摆摊卖东西了。感觉你真的是可以创造什么人猿挑战的故事，是不是赚钱的方式变得更多了？那另外呢，我刚刚有提到那个袖珍市场，它不只是可以让你卖东西，它其实还有很多功能，像是你也可以去点外卖，有超级多的美食，什么包子、沙拉、意大利面，还有炸鸡，我要这个炸鸡，这个炸鸡看起来超好吃的，还有蛋糕。对，所以你就不用自己煮了，你就直接点好，然后那个宅配到家里，你打开就可以吃了。刚好有人来，他说居家服务
因为我刚刚有透过袖珍市场叫一个打扫阿姨来，然后她就会来你家帮你打扫，对不对？超方便，就是你不只可以点外卖，你也可以点居家服务啊，什么扫地工啊、水电工阿贤，她可以帮你修电脑哦。甚至有时候我还会发现邻居会来拜访你家，这个邻居觉得我们家的风格跟他品味不搭。有没有这种管到海边来的邻居，他就过来跟你抱怨，你可以请他离开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很随机的事件，我觉得玩起来算是还蛮多惊喜的。那刚刚有说到烹饪嘛，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在游戏里面享受美食的玩家，哇，这个游戏里面真的有非常多款的食物可以让你去探索。你如果烹饪等级达到5级的话，你就可以解锁非常多种的食物。譬如说我们就选这个欧姆蛋，它在制作过程几乎不会糊弄你。有没有欧姆蛋，它就真的会去拿面粉打蛋，然后拿去煎。不过欧姆蛋应该是不用面粉吧？好啦，不过它大部分的食材我觉得都算是蛮合理的。譬如说我有观察过你让人物去煎牛排，有没有？他是真的拿着这个牛肉片去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肉片直接下去变肉排，但是你不要那么去追求的话，其实它逻辑算通啦，就是不会让你太出戏的那一种。但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很懒得煮饭的话，你也可以去外面走走，去享受街头的美食。你可以去顶楼的餐厅点一份沙拉来吃，或者是在咖啡厅你可以点咖啡来喝。甚至是呢，在面包店你也可以吃一整盘的面包。你如果不想去餐厅没关系，你也可以去街头，有很多的小吃，有汉堡，有帕尼尼，有热狗堡，有爆米花什么的啊，反正就是不会让你的人物饿到。那说到城市的美食，相信一定有很多玩家非常好奇，Inzoi到底可不可以建造一整座的城市？那据官方目前的说法是不行的，主要是因为考虑到这可能对电脑的负担来说太大了。但是 Inzoi 呢是允许你可以编辑部分的城市街，像有一些地方就可以放置像这种沙滩，就直接摆一张床，有没有？然后你的人物就可以睡在海边，然后或者是你也可以在这里举办什么海边婚礼啊，反正就是你可以去放置任何你想要放的道具。另外 Inzoi 还提供一个非常完整的界面，让你可以很像当市长一样去管理这个城市，有没有？像这个左边的面板你就可以去调整什么城市的一些情绪好不好啊，他们的关系进展容不容易，比较容易生病还是比较容易犯罪。那右边的部分它会显示现在目前的城市一些报告，我觉得这玩起来很像你就是一个天神，然后你正在操控一切。那说到操控一切呢，其实你是可以透过这个面板去改变天气的，而且现在 Inzoi 在这一次的抢先体验版也加入了4季，我们现在已经有春夏秋冬了。而且如果你想要随时放晴啊，随时下雨下雪，就不用模组，就通通都可以搞定。而且你还可以去改变这城市的什么树的颜色、花的颜色啊，你就可以制造很漂亮的街景去拍照什么的。甚至你也可以去上传你的图片、你的影片，那也就让你的人物直接上电视墙了。反正它有很多功能是我觉得很好玩的，尤其是我最喜欢它可以去让你制造这种世界末日的场景，都可以在里面玩到了。那看完了美食呢，接下来这个重点绝对是你玩 Inzoi 必须要玩的，就是人物的关系互动。最厉害的是我超级喜欢它一个叫做人际关系记录的这个系统，它就可以去记录说你跟这个角色有过什么样的互动，你们之间有什么回忆，有什么重大事件，甚至你跟对方越来越熟，你也可以去解锁他的婚姻状况是什么，他的特征什么性取向，这个你都要问你才会知道答案的。我觉得真的玩起来超有真实感，超有代入感，所以呢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我跟这个叫做马许这个海滩肌肉猛男的故事了。总之呢他也是一个 NPC 啊，就是有一天我的人物在这个海滩上，他就看到他不是我看到他，我觉得他真的超对，我绝对不是为了他的肌肉来的，有没有？我数一下有几个，1、2、3、4、5、6、7、8，哇塞，8块肌耶！我决定要把我的下半身我决定要把我的下半辈子交给他了。来，用个可爱的方式跟他打招呼。等一下，怎么突然跑来一个女的？是情敌吗？而且他们看起来好像在吵架的样子。不管了，机会来了，先给你一个爱心。有没有这个老招还是非常的好用的。然后这时候我就发现我跟他的人际关系记录上，他就出现这个
第一印象叫做一见钟情我们竟然还有第一印象。好，继续聊哦，有没有两情相悦了？我就说，嘿，你不觉得我们非常合拍啊？要不要一起去约会啊？他说，约会现在吗？当然啊，你不觉得现在 feel 很对吗？这个夕阳，这个沙滩，这个8块肌。所以呢，Zoe 呢，你是可以去创建活动的，不管是浪漫的约会或朋友的聚会都可以，我们就可以选择你要的活动时间地点。所以呢，服装我们就规定当然是穿泳装啦。行动的话，拥抱、浪漫、接吻。他说你可以准备一个野餐垫，对，你就可以去建筑模式里面找到它了。那活动开始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这个脚本动作的面板，然后点一下，你的人物就会直接去做了，超级方便。就可以跟他说，你可能在等待约会啊，称赞他的服装啊，问他们刚刚约会前在干嘛，有没有想你啊，然后你们就可以依偎聊天了。这个也太浪漫了吧，这个角度很可以耶。来，我帮你们2个拍张照吧。这次Zoe的这个拍照系统它有升级，你现在可以调整你各种不同的时间了。有没有这种什么白天晚上都可以，然后景深什么的，甚至去背。可是去背有点可惜，它现在还是只能侦测是你家庭里面的人，因为它 NPC 一律把它当成背景。然后呢，在这个浪漫的夜空下呢，我们就来了一个浪漫的拥抱。这个画面也太火热了吧！等一下。你们是真的有亲吗？不要敷衍我。那就在接下来的几天约会里面呢，我们就成为了男女朋友，甚至在这一片大海的见证下呢，我向他许下了山盟海誓，我们就订婚了。所以在Zoe里面，这是真的可以去完整体验你的人生，你可以找到你的另外一半，跟他们恋爱、结婚啊，到最后步入婚姻的殿堂啊，甚至踏上人生的下一段旅程。而这也是我玩Zoe以来内心再次被深深感动的一次。在玩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好像也慢慢疗愈了自己，在里面我找到我喜欢过的生活，我喜欢看他们每一个人物互动的时候，一起交换誓言，一起携手迈向婚姻的道路，慢慢陪他们成长，经历人生有开心也有悲伤的时候。我想这或许就是Zoe想要带给大家的礼物吧。不过我还是想要说一下，这个小人这一颗爱心也太大颗了吧你干脆不要放，而且还有墨镜是怎样啦？哇塞，马上就中了！马许，我怀孕了，孩子是你的，怀孕了，真的太感谢您了什么鬼东西啊，太感谢我是怎样，这翻译真的很不 OK。 那怀孕之后呢，你也可以去邀请对方感受胎动，好扯，我刚才不是才刚怀上，怎么1秒就有胎动了？那接下来几天呢，你的人物就会临盆了。不过我觉得他的大肚子真的不是很大，这个叫做小鸭子吧这个婴儿在摇篮里面可以做的互动非常的多，你可以唱歌给他听啊，逗他笑。然后呢，过几天这个婴儿就会长大，开始爬。不过我在想，为什么他们突然摇篮就消失了，然后他就长大，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开始浮空了，超级诡异的。不过新手宝宝不止可爱呀，他们有自己的需求，你可能也需要帮他喂奶啊、换尿布什么的。他们有自己的技能系统，像是有认知语言啊、情绪跟体能的发展。那这些你可以透过玩具或是跟他们互动去增加的。不过呢，其实老实说呢，小孩真的不是只有可爱的一面，好不好？你真的是有时候很想说，当初是不是应该把你塞回肚子里才对？不过除了种种的美好之外，Zoe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系统叫做 Karma， 也就是业力。譬如说呢，他有没有？他就是一个很坏的人，他一脸就是写着不要惹我啊
别惹我小姐呢，她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每天早上9点准时在服饰店门口去偷东西。有没有？买衣服怎么可能？当然是直接不付钱啊。最大的兴趣就是在警察面前偷硬币，甚至练习踢球。这脚看起来蛮痛的。然后他每天都想要找路人跟他练拳，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呢，叫老人乖乖把钱交出来。结果那个老人之后就叫他朋友来打他。没有，我乱讲，反正他们后来一群人就开始打架了。但这位别惹我小姐呢，看到警察就更想打人了。于是当然就当场被上铐啦。什么？去坐牢？我就是在等这一刻。我终于可以进监狱了，好开心哦！哇，这里是真的没有门而且你是完全出不去然后我还收到简讯说我乱打人，因为InZOE里面有谣言系统，就是你好事跟坏事都会被人家讲出去。不过你在坐牢期间是真的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你就只能睡觉啊，然后有贩卖机可以给你就是稍微填饱肚子，还有马桶什么的。那在外面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些值班警察，还有那种好像类似执勤办公室的地方。有没有？它有类似像这个好像是局长办公室吗？然后这旁边这个房间好像是那种给值夜班的警察睡耶，然后旁边还有会议室，我觉得做的真的蛮真实。你看我这个旁边真的有监视的小房间有没有？还在看我们乖。那坐牢的话，我目前抢先体验版是关1天左右，其实还蛮快的啊。所以在InZOE里面呢，我们还是不要做坏事，好不好？如果我们偷东西打人啊，我们不只会坐牢，有可能还会常常生病啊，然后路人都会开始八卦你啊，传你不好听的谣言。那身为天神，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业力的面板去管理，业力太低的ZOE进行惩罚，然后如果做善事的ZOE呢，就给他们奖赏，来维持整个城市的平衡。因为如果你业力太低的话人物死掉的话，他们是没办法投胎。他们会成为鬼魂，然后一直在这世界上游荡，就是要做完他们功课才会离开。不过现在目前鬼魂的功能是还没有开放，预计会在今年的8月更新的时候去推出，到时候我们就来看看鬼魂可不可以玩出什么不一样的。哇，一口气介绍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还是InZOE到底卖多少钱。那目前这款游戏还没有正式上市，在3月19号的发布会上呢，官方也正式公布了抢先体验版的售价是39.99美元。预计会在3月28号呢于 Steam 上架。最棒的是呢，在正式上市之前，官方也承诺大家所有的 DLC 跟更新都是免费提供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先抢先体验这一款游戏，那3月28号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如果你担心自己的电脑是不是跑得动啊，我也整理了一份需求表，如果有需要更清晰的图档，我也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连结。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整个体验下来真实的心得，如果你还在观望的话，也许可以给你一个参考。我觉得InZOE是那一种，如果你很喜欢玩捏人，然后你喜欢拍照的玩家的话呢，我相信InZOE一定可以带给你很多的乐趣。那如果你是喜欢盖房的话呢，InZOE它有很强大的建筑系统，我在之前这支影片也有详细介绍过，如果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点击影片右上方的资讯卡来观看。但我觉得如果你是刚开始玩，或是你可能是已经是魔野市民的老玩家转到InZOE的话，我觉得它的建筑系统一刚开始可能不是那么的好上手，但如果你习惯它的话，你会发现它盖起来的房子真的超级漂亮的。现在也还没有地下室跟游泳池，不过这也是之后慢慢更新会慢慢补足的。但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玩生活模式啊，想要去操控人物去创造他们生活的话，我觉得虽然目前的功能算蛮齐全，但它没有到那么的深度，或是那么的让你很有代入感，所以可能大家还是稍微要有个心理准备一下，毕竟现在还是抢先体验啊，所以我觉得游戏还有很多可以更好的地方，而且有可能你们会遇到一些 bug， 譬如说我当时就是只是想要烤一条鱼，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把自己也烤来吃了，然后我很生气的按路人喇叭，结果那个人就直接穿过我的车子。然后有一次我就是让我的人物在外面走动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突然
不知道为什么我没办法操控它，你知道吗？我怎么按取消都不行，然后我吓到，我最后就只好赶快，它游戏里面还好有这个紧急逃生的功能，真的是差一点没办法控制我的人物。当然没有一款游戏是完全零瑕疵，我也期待官方未来可以更加优化生活模式的体验。不过呢，还是不得不称赞一下前面提到 Smart Zoe 跟 AI 生成动作，这些真的是带给我非常大的惊喜，相信你们一定也会很喜欢。而到现在还留在这边的你呢，我相信你们一定对 inZOE 充满深深的兴趣，所以呢，我想把一颗小彩蛋送给你们大家。上一集我们不是有聊到这款游戏呢，其实就是想要让每一位玩家就像是 AR 公司的实习生一样，我们在里面扮演天神的角色去控制我们的 Zoe 们，而你的主管就是这只猫咪 Psycat。当你片头看到它走过去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发现后面还有一只猫咪撞到了？有没有？那这只猫咪它是叫做丘比特，但你知道为什么它会撞到吗？不是在看你哦，它其实是在看 Psycat， 因为它暗恋它。对，我们的丘比特暗恋女主管，有没有超级可爱的？然后这个桌上呢，你还会发现很多彩蛋，就是像时钟，它就是跟你目前的时间会是一样，还有便条纸上，有没有？人类臣服于猫咪吧，真的是超可爱的。但我最喜欢呢，还是制作人兼导演金亨俊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特别喜欢这张海报，所以他们制作了它。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一再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渴望活出自己心目中的样子，但往往现实却不如我们所愿。也许生活有时带来欢乐，有时带来悲伤，但如果你从更高的角度回头去看，你会发现原来过去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构建出这一幅完整且美丽的画面。常常最珍贵的瞬间都是来自于那些不经意的安排，所有的发生都是最美好的。希望inZOE也可以带给你们一段难忘的旅程。再次感谢看完影片最后的你，接下来还会分享更多inZOE的消息，大家都可以先关注起来。如果对这一款游戏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我也会尽力帮大家解答。在开前呢，如果你觉得我今天影片还不错的话呢，记得帮我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已经订阅的朋友记得开启全部通知，才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哦。那我们就下次赶快见喽，拜拜。